这户人家一共有7只大猫，所以就养了7个人。为了避免矛盾，他们每个人各喂1只。由于刚开始猫比人多，所以老丈人千挑万选，在当地找了个上门女婿，并把其中1只大猫作为嫁妆。但没想到不久后，大猫生了个小猫。为了帮小猫找个主人，于是大女儿马上就生了个小女儿。虽然数量是匹配上了，但女婿胆子太小。即便已经嫁过来1年多了，他还是不敢轻易靠近自己的宠物。女婿表示自己并不是胆小，只是单纯不喜欢养猫而已。但女婿的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。虽说这些猫都是从小养到大的，但要是小猫咪发脾气打出一套喵喵拳，估计也没人能扛住。可为什么这家人都钟情于养猫呢？原来第1只大猫是他们从野外捡回来的。那时候大猫还很小，一副奶凶的样子，瞬间就让这家人着了迷。于是在之后的几年里，他们开始不断从野外救回小猫，并且做到了每人1只。就这样，几只小猫逐渐长成了大猫。由于家里的伙食太好，大猫的体型越来越大。虽然早就成年了，但它们还是改不了喝奶的习惯。可这么大的体型，到底要多少奶才够喝呢？女婿虽然胆子小了点，但女儿们却胆子一个比一个大。比如二女儿最喜欢骑着大猫游泳，简直是现实版的美女与野兽。而大儿子更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，二话不说就骑到了猫咪的背上。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，对于这家人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小事。他们从小与猫咪一起长大，彼此之间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在大猫小的时候，主人就会搂着它一起睡觉。现在大猫长大了，它也会搂着主人睡觉。这副毛茸茸的肉垫看起来真的很有质感。不过有时候大猫也会把主人推开，抱怨主人把自己胳膊都压麻了。在几只大猫中，性格最温顺的是这只白色的孟加拉虎，它整天黏着主人，想和它一起玩游戏。但现在它已经成年了，主人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。有时候没人理它，它也会在深夜里 emo。虽然大猫的确很可爱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野兽，并且它在我国还是野生保护动物，所以个人严禁饲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动物园观看哦。这头大象被人类迫使当起了车夫，每天他都要推着重达200斤的女人去5公里外的镇上赶集。还没来得及吃早餐的大象不敢有任何反抗。不过从他平稳的步伐不难看出，大象已经不是第一次当车夫。当前方遇到障碍物时，聪明的大象会及时刹车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将铁门挪开。而这样的苦力活大象已经坚持了整整3年，2000多个日日夜夜，大象任劳任怨。他还包揽了大妈家里所有的苦力活。众所周知，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，它发起脾气来就连大卡车都能掀翻。那它又为何心甘情愿帮大妈拉车呢？2年半前，一头大象在马路上不停地拦截过往的车辆。由于大象体型庞大，喜怒无常，司机们看到后纷纷退让躲避。起初大家以为大象是需要食物充饥，可司机投喂了一些西瓜皮，它却闭口不吃。大象仍然不停地拦截人类，看它着急的样子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困难。然而由于大象无法用语言和人类表达，他只能继续在路边拦截过往车辆。拍摄大妈足足在路边拍了2个半小时。只见大象无奈地开始往森林走去。此刻大妈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在向人类寻求帮助，因此大妈决定跟上去瞧瞧。2头大象看见大妈跟了上来，他们急忙带着她往另一边走去。很快，一只陷入泥潭的小象就映入眼前。此刻大妈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大象在马路上一直拦截人类是为了救自己孩子。看他难受的样子，应该被困了很久。随后大妈联系了野生动物救助队，收到消息后，吃瓜看戏的群众也越来越多。由于此处是非常泥泞的沼泽地，救助人员只能先想办法铲掉周围的烂泥。挖出一条通道后，他们在大象身体上面缠绕了一圈绳索，随后又雇来一辆2手拖拉机。随着拖拉机轰隆隆的加大油门，大象成功的被拉了起来。然而由于拖拉机马力不足，大象又马上倒了下去。因为被困时间过久，此时大象已经饿得饥肠辘辘。虽然他很想配合人类的救援动作，可奄奄一息的他已经说明一切。人们明白救援行动刻不容缓，多耽误1秒，大象就多1分生命危险。因此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救助行动中。在众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下，最终大象被成功救上岸。随后他开心地朝森林跑去找大妈。本以为这段特殊的缘分会就此结束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天大妈在山上干活时，远处突然走来一头大象。大妈一眼就认出这是之前救过的一家3口。随后大象更是对着大妈长跪不起，仿佛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感谢她的救命之恩。从此后他们化身成大妈的贴身保镖，无论大妈走到哪，大象就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不得不感叹万物皆有灵呀。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大妈跟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而大妈也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看待，每次都会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大象。为了让大象一家生活得更安逸，大妈还特意帮他们搭建了一个豪宅，从此他们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不过大象一家也从不白吃白喝，他们经常会帮主人干一些简单的家务。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，大象竟然懂得推车。每当大妈要外出赶集时，他就会事先准备好推车。大妈说他从来没有教过大象推车，而他就像是拥有10年驾照的老司机一样，每次都能将大妈安全地送到集市。主人购买水果时，大象就会乖乖地在旁边等候。不过带着这样一只重量级的宠物逛街，
我想无论走到哪都是非常的拉风。购买完生活用品后，大象还会帮主人分担重量，不得不说比我儿子懂事多了。不过大妈也非常的贴心，逛完街后她会带着大象坐在地上休息，看到路过的行脚僧时，大象还会主动送水果给他们。作为一只动物来说，有着这样的爱心着实令人感动。最终大象将购买的所有物品送给了僧人，而大妈并没有责怪大象的行为，而是对大象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随后一人一象开心地往家里赶，这或许就是人和动物和谐相处最美好的画面，也祝福他们的这种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。小哥意外从野外捡回来一窝小怪物，它们长得像老鼠，却又比老鼠大许多。说它们是鸟类，却又没有翅膀。小哥触摸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它们身上携带电流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吗？为了搞清它们的真实身份，小哥决定冒险将它们留在家中照顾。然而小怪物长大后的样子太令人震惊了，只见几只小怪物一直叽叽叽的叫个不停。小哥猜测它们可能是饿了，于是他尝试着用吸管开始喂纯牛奶。可小怪物全身加起来还没吸管大，尝试了许久都未能成功。聪明的小哥立马转变了喂养方式，他挤了一滴牛奶放在手心里。小家伙终于如愿以偿吃到了人类第一顿食物。吃饱喝足后的小怪物变得安静下来，无论小哥如何撸它，它再也不释放电流驱赶小哥。其他几只小怪物也如法炮制，也许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进食，喂养起来着实有点困难。幸好小哥极其的有耐心，他不厌其烦地引导小怪物喝奶，单单喂小怪物喝奶就花费了2个半小时。他们仿佛知道小哥对自己没有恶意，之后小怪物们再也没有反抗，反而全部选择乖乖的配合。不过这种怪物胃口倒是不大，3只加起来还没喝掉1勺奶，这样看来饲养它们的成本小之又小。这也让小哥有了继续照顾他们的想法。这些日子里，小怪物们吃饱了就睡，也没有给小哥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照顾后，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。从外表看像极了小老鼠，但从肤色和毛发判断，它绝对不是老鼠。那么你们有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呢？由于小家伙长大了不少，因此它们的饭量也随之增加。不过此时的它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吸管。喝完牛奶后，小哥还会贴心的帮他擦干嘴巴上的残留物，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感染。看来小哥已经完全把他们当自己孩子照顾。自从学会了使用吸管进食后，小家伙像是永远吃不饱一样，只要吸上了就完全停不下来。不过小哥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些小家伙从来没有排过便。顿感不妙的小哥立马上网查询相关资料，随后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尝试人工排便。他使用浸湿的棉签不停地拍打他的小屁屁，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相当大的耐心，因为此时小家伙身体还非常的柔韧，只要稍微用力过猛就有爆裂而亡的可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小家伙就成功的排出了小便，但小哥仍然没有停止拍打的动作，必须使小家伙排出大便才算成功。整个过程小家伙表现得非常配合，他躺在小哥手上看起来非常的享受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不断拍打后，小家伙终于拉出几坨干硬适中的粑粑。随后其他小家伙也如法炮制，最终他们都成功的排出了大便。话说这种方法要是用在人类身上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哥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，虽然极其枯燥且费时费力，但小哥却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小哥已经把他们当成家里的一份子。在小哥的悉心呵护下，小家伙身上长出了漂亮的绒毛，他们也总是喜欢黏着小哥，俨然已经把小哥当成了自己妈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家伙开始露出真面目。那么此时有谁能看出来他到底是什么动物吗？小家伙悄无声息，终于长大了。自从有了小家伙们的陪伴，小哥平淡的生活也增添了许多欢乐。可小哥明白他们最终的家是大自然。第2天，小哥将他们放回了森林。或许是天性使然，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大自然，并且学会了寻找食物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哥也是无比的欣慰。本以为这段特殊的缘分会就此结束，然而这天小哥却在门前再次看到他们。这些小家伙停留在门前，久久不愿离去，仿佛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小哥。随后小哥热心地对他们进行了投喂，并且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豪华大餐。小家伙也毫不客气，他开始大口干起饭来，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应该是饿坏了。小哥猜测可能是野外食物匮乏，所以他们才想起了找妈妈帮忙。小哥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家做客，并且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美食。为了不限制他们的自由，小哥家的窗户一直都是敞开着，这样小家伙们想走就走，想回来住就回来。小哥对他们照顾有加，经常变着法子给他们准备美食。或许这才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最美好的画面吧。不过小家伙们从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这，毕竟又有哪个大笨蛋会放弃这枚免费的长期饭票呢？